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折落凡尘的轰烈，一剑划破日月，用血千万遍与我为己，生命所见。以血铸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，越过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兴天下的真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，这一场轮回下，冷静着一世化和变。日复一日，我以血魄灵力将你滋养，你借我之力复原，却在关键时刻背叛我，亲手将我送到了这里。看来如今你将一切都忘了。阿楚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人皇昭明，狂妄不堪，罪孽深重。今奉天意，将你镇于熔渊之下，永世不得出。我走的时候，你说会在家中等我回去。如今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乃上古神器混沌珠，掌时空权柄，维系世间运转，怎么可能被你藏养于家中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，想要与我成亲，愿意与我相伴千年的吗？那不过是受你人皇之气滋养，为偿还你因果所为。我生于混沌，寿元无尽，千年于我而言，也不过弹指一瞬。但如今，你为一己私欲上天试神，狂悖不已，滥杀无辜，我便不能再如此纵容你。你不是阿楚，你是谁？果然一介凡人，难免贪嗔痴之念，事到如今还要自欺欺人。若我不是阿朱，难道世上还有第二颗混沌珠不成？天梯原为人界与神界沟通之桥梁，现因人皇昭明忤逆之举，天梯惊起废绝，从此人界再无登天契机。我被天命树镇压于地底，与此同时，天梯陨落，从此之后有了熔渊，我也被镇压在这熔渊之下万年。万年之后，还是同样的脸。越是看着无辜，就越是歹毒。也既然来了，便让本尊好好想想，该如何报复你。
当年我以血魄灵力滋养你，今日这血阵中，本尊要将原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取回。混沌珠乃司辰神器，掌控时之权柄，可回溯时空，逆转乾坤。当年的混沌神女是多么的高高在上，再看看如今的模样，如此狼狈不堪，连一个血阵都抵御不了。 向我求饶吧，承认你的背叛，承认你的罪过，求我放过你。我只是我自己，并非什么混沌神女。你所说的一切，我也从未经历过，更没有你说的什么逆转乾坤的神力。但你要我向你求饶，做梦！做梦。 真不知道谢雪晨看到你这样，又会是如何。你若有什么仇怨，冲我来，不要牵连于他。你心疼他？他已经来了。雪莲，谁让你来的？这阵法凶险，你快走！我带你出去。出去。 你到底是谁？吾乃昭明。你是人皇昭明？你也是昭明。当年我一人一剑杀上天界，神族无一能与我对抗。若不是混沌珠临阵背叛，本尊早已将神族屠尽，又岂会被镇于熔渊之下万年？ 近来桑奇修炼玉阙功，使得魔气异动，我才与你有所感应。我便知道，原来我竟有一魄留在世间。你我只是相貌相似，但凭何就能说我是你的一魄？君天，万年不见，你竟变成如此模样。回来吧。 这才是你原来的样子。你问我凭何？就凭我随时随地都能杀了你。谢晨，谢晨，强者没必要欺骗蝼蚁。我说你是，你便是。 你只不过是本尊残留在人界的小小碎片，你这20多年的人生，于我而言也只是一瞬罢了。我是谁？不由天，不由命，更不由你。即便你是人皇昭明，是万年神器，今日我也一定会从这里带走他。 君天剑气力有万钧，落地竟毫无损毁。难道我们正处于他神识所造的幻境当中？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，实际上君天还在你手里。看来你似乎还活在万年之前，如今早已时移世易，一切都变了。谢雪晨，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。大家没事吧？可有暗族逃出？谢城主放心，无一暗族逃出。
可刚刚收到传报，灵族突袭各派，雍雪城、玄天门、镜花宫虽已平息战局，可碧霄宫伤亡惨重。爹娘，你们醒了。生儿，你怎么样？生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娘，我没事。碧霄宫情形如何？灵族已经被赶走，碧霄宫保住了。多谢盟主，挽碧霄宫于危亡。二位好生歇息，我去处理善后。余下的时间，好好陪陪他们。夫人，来，慢点儿。他们怎么样了？副公主与段长老以身强挡自毁法阵的攻击，如今伤势过重，已经无力回天。眼下也只是回宫返朝罢了。最后的时间就留给他们一家人吧。江离已经被控制住了，我们去审问他。爹，生儿，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们也不会伤成这个样子。都怪我，要是我好好修炼，灵力再强一点，要是我早点发现江离他的真实身份。傻子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你也不要自责。你这个孩子啊，从小就生性正直善良，又乐观豁达，所以这次你也不要去怪苍林，不要被仇恨裹挟，只是这接下去的路啊，可能真的要你自己一个人走了。娘希望你还是能像以前一样，每天过得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以后我们也不逼你去争什么盟主之位了，去他的吧，生儿，按照自己的心愿，快乐的活着。我不要娘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。娘，生儿，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，爹娘也不放心你啊。我不要。生儿，不要，不要。生儿，你长大了，爹娘呢？我不要。不想你看着我们，你听话，你先出去吧，好吗？生儿，你就当我跟你娘去远行了，我还从来没带你娘远行过。好孩子，山高水远，若有牵挂，我们永远在这里。
爹娘体面了一辈子了，临了临了，你就让爹娘体体面面的走。生儿，你别让爹娘走都走得不安心，听话。爹，娘。哎呀。就这么干坐着等死，好无聊啊！要不做点事情？现在？哎呀，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给你梳头呢。还好意思说？梳不好，怕你骂我嘛。渊庭，我是不是老了？你看，都长白头发了。别拔，越拔越多，给你藏起来。你看，是不是还是青春永驻啊？哎呀，转眼啊，都过了一辈子了。我还记得长老第一次带我见你的场景，好像就在昨日一样。唉，我就说你的眼光好，肯定是看中了我的容貌，所以才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我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我早就见过你了。啊？我呀，偷偷的去你们碧霄宫看过比武。那场比试，你的师兄、师弟、师姐、师妹，每一个都把你给打趴下了，输的那叫一个惨。哎呀，丢死人了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确实是以貌取人。我只是在好奇，你说一个人怎么能输得那么惨，却还笑得那么开心？真是令人羡慕。我若是能跟这样生性豁达开朗的人长相厮守一辈子，那该多快活呀！咱俩这一辈子吵吵闹闹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你在容忍我的坏脾气。这若是换做旁人啊，早就一拍两散了。
庭，能嫁给你，是我的福气。不，能娶你啊，才是我鸿运当头呢。那世人都在传，我是为了利益，为了联姻，才娶了你这个河东狮。他们懂个屁！他们哪里知道你的好？每次在外面，你都护着我这个无能的夫君，为了孩子深谋远虑。你呀，就是个敢爱敢恨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眼光的洒脱女人。和你相处越久，就越敬你，越爱你。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？若不是谢盟主有交代，我早就杀了你，来为我那些死去的同门报仇。谢盟主，我们想与他单独聊聊。是。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灵族和阿宝，但你为何要听命于何仙我，甘愿被他利用？阿宝安全吗？此次一战，人灵两族死伤严重，多少无辜者一朝毙命，殒为枯骨。你与碧霄宫本是渊源深厚，却亲人相残，骨肉反目。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？还是说，你当真认为何仙我所行之道是正确的？他并没有利用我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。你为何如此相信他？当初我和秀秀成婚之后，就有了阿宝。我不愿看他们母女二人沦落到被奴役的下场，于是，我便想杀光仙盟当中所有的伪君子，解救灵族。那日，我跟踪一艘载满灵奴的船，去到灵居岛。我想要杀掉他们的领头人，救出灵奴。
奈何他修为高深，将我擒住。我自忖必死无疑，但他却没有杀我。你走吧。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我给你3次杀我的机会。我不知道他心中打了什么样的算盘，但我隐隐感觉他跟别的修士不一样。于是，我便跟着他，想要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。他依照诺言，没有为难我，让我在岛中自由行动。我跟着他来到一家茶馆，多谢。我发现那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灵族，甚至包含了我想救的那些灵奴。他们嬉笑，送礼。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对何仙我的尊重和感谢都是真诚的。原来，何仙我当时买下那船灵奴，是为了带他们到灵居岛来安家。何仙我才是真正对人族和灵族一视同仁的人。我知道我误会他了，于是我便打算放弃刺杀。当时我只想回家，但他的手下却不让我离岛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他对于3次刺杀是认真的。第2次刺杀也失败了。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会离开灵居岛的。没关系啊，你还有第3次机会。但我不想杀你了。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再去刺杀他。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要杀便杀，为何折磨我？我从没想过杀你，相反，我想帮你。帮我？你这明明是在羞辱我！你都不知道我要什么，你怎么帮我？你本名傅苍离，你的父亲是碧霄宫公主傅渊庭的兄长。因权位之争，你父亲被害，你母亲带着你逃亡在外，并为你更名改姓为江离。后来，你娶了一只秀宝鼠为妻，还与她生了一个女儿，名唤阿宝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几天你跟着我走遍了灵居岛各处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如何？这里很好，人灵两族能够平等相处。但这终究不是我的家，我是不会留下的。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可以让天下都变成灵居岛这样呢？你要帮灵族，可你是人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也是人族，但我的家人都是灵族，众生平等。可人族以为自己有了神窍，就可以肆意奴役、压迫其他生灵，这是错误的，是需要纠正的。我们也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。即便你真的这么想，可就凭灵居岛的力量，怎么撼得动仙盟？怎么不可能？我看到了他暗中训练的灵族战士。这怎么可能打动你？怎么不可能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他已经证明了他会对灵族好。我不在乎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，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阿宝和秀秀。我可以为他们做任何事。你不要拿我当借口！阿宝，我讨厌战争，我讨厌你杀了哥哥姐姐。我喜欢他们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你就见不到活着的我了。阿宝，傅公主死了，太上老爷死了，但是哥哥没有了爹娘。你所说的自由，就是让人灵两族不死不休吗？阿宝喜欢人族，
和人族相处甚欢，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是在将阿宝推入仇恨的深渊。其实你心里就根本没有阿宝和娘亲，你出去那么久，你只不过是为了杀人而已。姐姐，阿宝，是爹对不起你，爹让你受苦了。但你要相信，爹没有一天不想念你，恨你娘亲。我每一刻都想着与你们团聚，是爹没有，是爹没有，爹只是想给你，还有你娘亲创造一个公平、公正的世界。我承认，之前确实是仙盟太过激进。江离，你如果信得过我，我便在此立誓，从今以后，所有仙盟修者不再需要灵奴，将人灵一视同仁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公平公正，想要两族永保太平的话，就告诉我，和仙我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并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想用混沌之力打开天梯，前往神界。莫非他想成神？我不知。何仙我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没办法帮你去阻止。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我看你对阿宝，还有木姑娘，一直平等相待。我相信你，但我没办法相信其他人。我更不相信人灵两族之间这么多年的积怨能够轻易化解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了。更何况，我的确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封印暗月，对抗堕神，援救仙盟，一刻都没有停过。谢雪晨，你累不累啊？这一路，你也一直与我同行。你累不累？累自然是累啦，但谁让我选了你呢？不管多难多险，你都不能抛下我。荣渊之下堕神苏醒，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。无论真假，谢雪晨。你要知道，无论是大哥哥，还是那个堕神，他们都不是你。在我心里，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或者替代，你是独一无二的谢雪晨。我的谢雪晨。可事情看似告一段落，实则并未解决。
暗域的封印只是一时的，只要心魔不灭，暗族破封印而出是早晚的事。还有何仙王，也不知为何，不知所踪。他谋划多年，必是有所企图，不可能无缘无故放弃一切离去。谢城主，如此行色匆匆，出何事了？秋明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净化宫传的消息，说秋明带人清理战场之后就不见了。他会去哪儿？会不会出事了？高修士醒了，这是今日新倒的茶，高修士来一起尝尝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当日星辰谷，最后留下的只有5个人，除了已死的桑琪、素公主，剩下的便是雪尘、木姑娘和高修士你。此番大战，何县我不知所踪，可他一直盯着混沌珠，必定会找知情人逼问，而高修士你便是其中之一。是以雪尘让我秘密护你在此。那现在外面情况如何？仙盟有击退灵族吗？暗族加入了战局，形势反转，人族溃败，死伤无数。眼下急需混沌珠，需借助混沌之力重建万仙阵。谢雪尘会看好混沌珠的，该怎么用，自有他的考量。还请南庄主立刻送我回镜花城，我不能看着暗族屠戮人界。所以说，混沌珠在谢雪尘手上。混沌珠在谁手上，我并不清楚。南庄主跟谢雪尘是知交好友，这个问题你不应该去问他吗？那若是南某偏偏想听高修士讲给我听，南庄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高修士，你在害怕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难不成南庄主还打算对我动手？高修士说笑了。南某只想请高修士赏一幅画。这幅江山图是南某亲手所画，画中山水、花鸟齐备，可总觉得缺了些灵魂。我才疏学浅，不懂赏画，先回净化宫了。南虚月，你想干什么？高修士好像有些激动啊，不如再睡一觉吧。扇中镜，画中人。这片山水天地，有你一人独享，总该是满足的吧。南庄主未免也太不怜香惜玉了些。你方才听到了，混沌珠在谢雪尘手里。但我倒有些好奇，桑琪和高秋明立场完全不同，甚至是仇敌，却都默契地闭口隐瞒。他们想要保护的，究竟是混沌珠，亦或是某个人？还是说，混沌珠就是这个人？何仙我打消你的念头。我说过，你敢动他，我灭你。
南庄主是不想去那梦中之地了呀。梦中之地，眼前之人，若二者不能兼得，我保后者。即便这眼前之人屡屡为了谢雪晨而无视你的心意，甚至妨碍你的计划，不错，的确是好茶。混沌珠是开启天梯的钥匙，只要天梯能修复，最后我可以留他一命。不过南庄主，你该不会连伤他分毫都舍不得吧？若我当真就舍不得呢？那你为何又不愿杀谢雪晨？我早便同你说过，谢雪晨的存在是个威胁，不仅对你我来说是，对穆玄灵也是。只要谢雪晨在，穆玄灵就会一次又一次的陪着他以命犯险，说不准哪天就死了。你既要保穆玄灵，何不同我一起杀了谢雪晨？你们是说，秋明的失踪跟何县我有关？传盟主令，全仙盟通缉何县我。不仅要通缉令，我还要万金悬赏。不管多少金，我都要把秋明找回来。他不会有事的，别乱了心神。乱心神？我跟高秋明什么关系啊？我最讨厌他了，他最好出事。是吗？当然了。你其实不恨他，对吧？小时候的仇，谁还会真记一辈子？这场大战，死的人够多了。高秋明，我不许他死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